爱霍监宇 take you 赵敏仪 to be my wife. I promise to have and to hold you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o love and to cherish. Till death do us part. 尸体没有被移动过的痕迹，结合现场的血迹，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死亡时间估计是昨天晚上8点到10点，死亡原因身中多刀，失血过多。报案的人是死者的妻子赵敏仪，她也承认了同时的丈夫霍建宇。哎，今天不是有新人报道吗？第一天上班就迟到，哇！现在年轻人啊，人家比我还早到。这个非人类干嘛跑来垃圾堆啊？当然是来找证据的啦。为什么叫他非人类？听说他是个没人性、冷血无情的家伙，所以才送他这个外号。我们是警察，讲求真凭实据，人都没有见过，不要乱贴标签。是，我是有人证的，而且不止一个。是，我查看了赵敏仪家外的 CCTV， 发现嫌犯赵敏仪在昨晚11点49分拿着一个蓝色环保袋走在路上。11分钟后，赵敏仪走回家的时候，手上已经没有环保袋了，所以我就去附近的垃圾收集堆找，相信这就是他想要丢掉的东西。里面是什么？
赵敏仪应该是想隐藏一些事，所以才想要毁掉这些东西。Good job。哎，不错，不错啊，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想当年啊，我为了一起劫杀案，去到垃圾回收站找凶器，还记得凶器是一把30公分的吧。对，你这个想当年我们都听了 N 遍了。哎，新来的，介绍一下自己啊。我叫周书恒，今年29岁，2020年6月1号正式加入警队，第一个任命是邻里警署 Team A Team Leader。2022年4月11号被调到警署财产犯罪组担任 IO， 负责的有。欢迎你加入。这是天池、莎莎，你们去访问邻居，多了解霍建宇和赵敏仪的背景和人际关系。 Yes sir。这是永明，你和他去盘问赵敏仪，记得先去冲凉换件衣服啊。 Yes sir。多多关照。我早就跟你说要庭外和解了，你偏不要。一个小小的秘书还想跟我斗，就连法官都已经判我无罪了。有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会看上你？以后上班了，衣服多穿一点，别害到别的男人啊！我没有做错事情，为什么他无罪？你诬告你老板吴振辉是为了钱还是报复？不好意思 ，HR 不接受采访。你对吴振辉的非礼罪名不成立，有什么看法？法官说案发时 N 没有尖叫，事后还一起开会，所以判断被告没有非礼，你认同吗？控方会提出上诉吗？吴振辉被判无罪，是不是因为他是餐饮集团的总裁？无论什么身份地位，犯了法就要付出代价，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控方一定会提出上诉。你出尽风头了，点击率过万，还有人说你是最美的 DPP， 不当网红太可惜了。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不应该擅自对媒体说要上诉。可是，我觉得当下有必要表明我们的立场，让公众相信司法是公正的。我们还有2个星期的时间提交上诉申请，我会让文祥负责的。好。因为今天早上发生了一起命案，交给你了。你要我当这起命案的 lead prosecutor？ 好好做。嗯。至少55刀。是62刀。你为什么那么清楚？你是一边捅一边算，还是捅完再算？霍建宇一个大男人，他不会反抗吗？还是你有帮凶？是我一个人做的。我在他的酒里下了安眠药。你计划好在你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杀了他？为什么？他做了什么？你要那么狠？我们找到你丢弃的手机和手提电脑，这些都是霍建宇的，是你毁坏之后再拿去丢掉，对吗？你急着毁掉这些东西，里面一定有秘密，是不是杀霍建宇的原因？
不要再问。我说过了，人是我杀的，就是我杀的。霍建宇跟赵敏仪结婚15年，有一个13岁的儿子连苗晃，现在在美国读书，已经通知了他的监护人。据抵达案发现场的制服警察说，是赵敏仪来开门，之后坐在霍建宇的尸体旁，等待警方的逮捕，全程十分平静，一言不发。根据法证的检验报告，在现场找到的酒瓶、酒杯都只有霍建宇和赵敏仪的指纹，其中一杯红酒中还验出安眠药的成分。在现场找到的刀子符合霍建宇身上的伤口，血迹也证实是他的，确定是凶器。而刀柄上只有赵敏仪的指纹。很明显，杀死霍建宇的凶手就是赵敏仪。可是他的动机是什么？他不肯说。我们也访问了他们的邻居，他们都说霍建宇和赵敏仪为人很友善，没看过他们吵架。我也调查了他们的社交媒体，虽然不是很活跃，但看起来很恩爱。霍建宇的学生也说他很 nice， 是一位专业又没有架子的教授。赵敏仪还是研究什么量子力学的高级研究员，工作认真，只是最近为了忙儿子去美国念书的事，精神没那么集中。我真想不通，她为什么要杀了她的老公，还那么残忍，捅了50多刀。赵敏仪说是62刀。根据我的经验，关键证据就在这里，里面10之8九有霍建宇与小三的性爱视频，所以赵敏仪才会气得把电脑、手机摔坏，然后捅死老公。可惜科技组还在尝试修复。搞不好有外遇的是赵敏仪，她在外面养的小狼狗，结果被霍建宇发现，所以才要毁灭证据，杀人灭口。科技组已经查了赵敏仪的手机，没有任何暧昧简讯或照片。不要对女人有偏见。我这是合理的推测啊。新来的，你觉得呢？证据确凿，赵敏仪也承认杀了霍建宇，还有什么好推测的？难道你就不会好奇他的杀人动机吗？不好奇，杀了人就是杀了人。你们都不好奇咩？我很好奇耶。他好像烂人管的蜡像，不管我们看什么讲什么，他就一个本性。要不是他手在动啊，还真看不出他是个活人。他一整天都没吃，不饿吗？第一天就这么 on spoil market。他的确很认真，判断准确，反应又快。看完 CCTV 就立刻去垃圾收集站找到关键证据。你呀，应该好好跟新人学，你又怕站又怕写，真没用。不过他也太认真了，盘问的时候问的问题不是很奇怪，就是抓错重点。你看，还要我跟这种非人类学习，我教他还差不多嘞。哎，什么叫他非人类？你没有听说过他之前在警署的事迹啊？我怀疑你偷东西，不许走，我要报警。我没有，你不要乱说，我告你哦。我亲眼看到你拿了2罐奶粉，还没还钱就走，都拍下来了。不要报警，不要抓我，我也是逼不得已的。我老公好毒，把家里的钱都输光了，孩子没奶粉吃了。这是偷窃行为，我得报警。不要报警，不要报警！我求求你不要报警！不要！你求我也没有用，我是警察，这是我的责任。我求你不要报警！不要！算了算了，我帮他还，让他走吧。这位先生，我是超市的经理，既然有人帮付钱，我就不追究了。犯了法我就得抓，有什么话回警局再说。不要去警察局！法律不外乎人情，给他一次机会吧。只是2罐奶粉，你需要这样做吗？一点信心都没有。就是了，真的没有个性了。
POCC, this is SSI Chao Xiuheng, Investigation Officer, reporting a case of theft. 警署同事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路人还在骂他，所以他才得到这个外号。他是没错，可是这样做也太不近人情了吧？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如果是我的话，就会把姿态放软，好好解释，让大家明白。哎，我跟你说啊，他就是想立功，不然怎么可能短短几年内就升到我们专案组来嘛？我刚打好报告，是叫我来吃饭。谢谢。这盒饭是我的。哇，Sir 特地交代我买鸡腿饭，原来就是给你的啊。Sir 对新人真好。来了。嗨，你们好。周检察官这么晚来重案组，是来监督我们的吗？大家这组都是精英，还需要监督吗？我是来送吃的，慰劳大家。他就是这个谋杀案的检察官周可盈。你好，我叫玉莎莎。你好。哎，你好，我是刘天池。现在看到本人，果然是最美 DPP。你们都没有看到 video 吗？什么 video？ 你不是想更了解这个案子，到我办公室谈吧。嗯。怎么不跟人家打招呼？有这么饿吗？所以这些证据已经足够起诉赵明义谋杀。明天早上我会把完整的报告 email 给你。赵迷是昨晚的8点到10点之间杀死霍建宇，为什么早上5点13分才报警？我们有证据显示，他杀了人之后砸烂了霍建宇的手机和电脑，然后拿出去扔掉。报警之前，他还打了一通电话给在美国的儿子。赵敏仪为什么要杀了她老公？他不肯说，我们还需要更深入的调查。这是你负责的第一宗谋杀案，不过你特地来这里，应该不只是了解案情吧？我弟弟第一天上班，没有给你添麻烦吧？哎呦，我还以为你是特地来找我的。放心，舒恒表现得很好。我不担心他的工作能力，就怕他跟同事相处不来。你也知道他的 EQ 比较低。有我看着，我会帮他跟大家打好关系的。谢谢你啊。还跟我客气，又不是特地来找我的。
终于看到我啦，还以为我是透明的。刚才在警局连个招呼都不打。是你说的，工作的时候看到你要低调。我只是不要公开我们的关系，但是见到面还是要礼貌打声招呼，不然你的同事会觉得你很奇怪。他们都觉得我是怪人，大家都说我是非人类。你不是怪人，只是与众不同。恒恒，妈，周妈，你怎么醒来啦？是不是我们吵醒你？是我睡不好。你第一天转去当 CID， 就这么晚回来，工作一定很辛苦吧？还好，今天早上到警局报到，就接到通知有案件发生。我赶到案发现场，发现一名男子躺在血泊中。经过调查，死者是被他的妻子捅了62刀。这么狠啊！她老公做了什么啊？你也想要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在意他的动机？周妈特地叫 Tin 煮了你爱喝的酸辣汤，我们下楼弄热来喝。我不饿。我不累，你先去休息吧。那我弄杯热牛奶给你。来，继续说，我想听。社派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查看死者家外的 CCTV， 我就去找，从案发前一天开始看。那你有什么发现？我看到嫌犯把证据拿出去丢，推测是丢到附近的垃圾收集站。所以你到垃圾槽去找证据，那不是又脏又臭？还好，我有眼住鼻子。警方调查了霍建宇和赵明的银行户头，没有债务问题。询问过他们的家人、朋友、同事、邻居，没有明显的感情问题。从赵明的手机里也找不到婚外情的迹象。关键证据啊，应该在霍建宇的手机和电脑里。可是科技组说损坏程度很严重，无法完全修复。我总觉得案情没那么简单。夫妻俩都是学历高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就因为感情出轨而杀人，还那么凶狠，捅了那么多刀。赵明如果继续保持缄默，形势对他不利。也许他想见到辩护律师后才透露原因。希望精神鉴定能协助我们了解他的心理状况。被告赵敏仪，42岁，涉嫌在2025年2月14日谋杀50岁男子霍建宇，依据刑事法典第302(1)条文，罪名一旦成立，可被判死刑。法官批准被告还押警署1周，回现场进行案件重组。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对不起，求求你放过我一次好吗？我知道我错了，对不起。你是在哪里捅死霍建宇的？你把当天的案发过程重演一遍。我等他药效发作，他倒下的时候，我就拿起刀，就开始捅他。你的安眠药是怎么来的？
妈咪，放开我！Damien，妈咪，放开我！Damien，为什么你会跟他在一起？为什么？现在马上回去找 Auntie Sarah， 快点！现在马上回去，快点回去！放开我！妈咪，快点啊！放开我！快点回去！妈咪，快点啊！Sir， 赵明仪说了什么？他还是一样，什么都不肯说，只是要我们叫他的儿子回美国。Damien 霍的监护人 Sarah Mock 说，是 Damien 自己订的机票，偷偷跑回新加坡。他是在今天早上10点半入境的。Damien 身边的那个男人是霍建宇的表弟，47岁，名叫李飞扬，是一名家庭医生，拥有自己的诊所。2年前离了婚，没有孩子，目前自己一个人住。我收到法证的报告，在赵敏仪家找到的安眠药，证实跟霍建宇胃里的安眠药成分吻合。赵敏一直不肯说如何取得安眠药，我们也找不到相关的看诊和开药记录，会不会是李飞扬私底下给的？之前有看到赵敏仪跟霍建宇的社交媒体，也有李飞扬跟他们一起聚会，还有用餐的照片，他们看起来感情还不错。赵明一看到李飞扬就很激动，刚才在审问室，他的情绪很明显，没有之前那么淡定。凭我多年的经验，赵敏仪看李飞扬的眼神爱恨交织，李飞扬10之8九跟这个案子脱不了关系。可是所有证据都表明没有第三人在场，李飞扬要怎么涉案？他就是小王，搞不好是赵敏仪跟李飞扬有私情，结果被霍建宇抓到这对奸夫淫妇，所以他们2人合谋杀了他。那赵敏仪为什么要捅霍建宇62刀？赵明一最在乎的应该是儿子。也许霍建宇发现他和李飞扬的关系后，威胁要抢儿子的抚养权，一气之下捅了这么多刀。刚才看到李飞扬一直不敢看赵敏仪，眼神非常的心虚，他心里一定有鬼。李飞扬是不忍心看到他的挚爱去顶罪，还是他做了什么对不起赵敏仪的事？我们把调查重点放在李飞扬、舒恒，你去调查他们3个人之间的金钱来往。天池、莎莎，你们去调查李飞扬平时的作息和什么人来往。你和我去请李飞扬喝咖啡。大家加油！你觉得？你在看什么啊？通缉犯？不是，我想要知道什么是爱恨交织的眼神。是跟赵明仪的案子有关？谈论案情的时候，他们说了很多关于眼神、表情、感情的细节，我看不出。再不选份礼物给周妈，我就给你爱恨交织的眼神。我想要看。你觉得周妈会喜欢这条手链吗？嗯。为什么要提早给妈庆祝生日？医生说周妈的病情不乐观，希望能做些什么让她开心。所以那天晚上，虽然周妈累了，还是让你们继续聊。她很累吗？她说想听。当时都已经半夜3点多了，我暗示你下楼喝汤，你却没有 get 到，还跟她聊了快1个小时。为什么不能有话直说？有些事情不能言传，必须意会。来，请慢用。三人叔，哎，欢迎光临。来，说说，今天是想吃芝麻糊还是红豆冰？看样子一定是芝麻糊，对不对？你真了解我们。不过今天不是在这边吃，要回去陪妈妈过生日。哦， 4碗芝麻糊打包。行，没问题的。来，说说。
哎，对了，既然是庆祝生日，我就加多一些汤圆给你们，圆圆满满吗？好啊。哎，还有啊，你的芝麻糊加不加红豆？不要，加了就不好吃了。我知道，开玩笑的，怎么还这么认真呢？哦，你看看，从小就这个表情，长大了还是这样。老了也一样。Sir，让我来吧。哎，不，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哎，你去忙别的，去吧去吧。周妈，生日快乐！妈 ，Happy Birthday！感恩给他。周爸，没想到你这么浪漫。谢谢老公。生日快乐！这是我和姐送的。好漂亮啊！你选的吗？我只是点头付钱。我们一起拍照吧。好啊。 1、2、3，也帮我们3个拍一张。好啊。1、2。你们怎么会想到提早帮我庆祝生日？是可盈提议的，难得今天大家都有空，一起吃个饭，热闹热闹。还以为你记错日子了。怎么会忘呢？30年了，都记在心里了。难得周爸亲自下厨，你要多吃点。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也没有机会吃到周爸做的菜。我们也特地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芝麻糊当甜点。你们也多吃。嗯。 周爸太好吃了，你要多下厨，再拿一点肉。就这样可以吧？让天不来。周爸喝咖啡。好。今天辛苦你啦，晚餐真的很好吃，你该多下厨。哎，对了，啊，这个给你，祝贺你第一次当谋杀案的 lead prosecutor。谢谢周爸。其实地刚转到重案组。 你是不是也应该给他一个奖励啊？奖励有什么用？他总是这样的表情。他是个 I 人，不太会表达自己。你的一句鼓励，他会很开心的。哎，对了，告诉你一件事，
不知道你听了会开心还是不开心？什么事啊？我们刚刚接了赵敏仪的案子，由曼宁负责。真的啊？哇！没想到第一次就遇上你们律师楼的黑玫瑰。看来是2个女人的战争，我还是避开一点。我很期待。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如果没有错，应该是安眠药。这是在霍建宇家里找到的。我们查过他和赵敏仪的看诊记录，没有医生开过安眠药给他们。是我开给表哥的，他一直都有失眠的问题，又不想让人知道，所以我就拿些药给他。这不犯法吧？看得出你们的关系不错。我们从小玩到大，他结婚的时候，我还当他的伴郎，有空还是会经常聚在一起的。难怪你们会一起买下这间诊所。这里地点好，很适合开诊所。那时候我的钱还不够，表哥愿意帮我，也算是当做投资吧。那为什么要联名共有呢？现在人死了，你就拥有这间诊所，反而他老婆孩子没有份。你们说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调查了你的经济状况，你投资失败，欠了银行50万。你们该不会怀疑表哥的死跟我有关吧？人是表嫂杀的。那天赵敏仪看到你，突然很激动。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没有啊，我怎么知道啊？他可能疯了，说不定啊。我要见 Sarah， 我要见 Sarah， 我要他马上带 Damon 回美国，我要 Damon 远离那个人渣。你不想见 Damon 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你好，Dr. 苏，我是可盈，很高兴认识你。你好，请坐。经过这段时间跟赵敏仪的谈话和对她的观察，她没有精神病史，作案的时候是清醒的。她也承认这一切是她计划的。但是，她最近似乎遭受了很严重的精神创伤，还患上了忧郁症。她的同事说，她在大约1个月前开始在工作上出现小失误，胃口不好，吃得少，而且精神不济。你觉得他是遭到什么样的精神创伤？我跟赵敏仪谈话的时候，他时不时会揉搓自己的手臂，甚至大腿，导致手脚皮肤有泛红、破皮的情况。这种行为是心理上的反应。我曾经在一些遭受性侵的受害者身上看到。我也有听过，受害者因为觉得自己被玷污而产生强烈的羞耻感，才会出现这种行为。但是，赵敏仪没有被性侵过的记录。可惜赵敏仪依然有所隐瞒，我无法了解她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要杀死她的丈夫。不过，看得出她很在乎她的儿子。谢谢你，Dr. 苏，我会回去详细研究这份报告。还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谢谢你。第一次跟你合作，
你是刚加入的精神科医生？我刚从美国回来，原本只是想修读精神专科和心理学，没想到一待就待了10几年。你年纪轻轻就当上检察官，为什么想要念法律？我爸是律师，从小就受他影响，对法律很感兴趣。不好意思。喂，周爸。这几天一直跟踪李飞扬，他不是在诊所看诊，就是回家陪 Damian。他们还有出去吃饭、运动，参加今天这个活动。问题是，什么疑点跟线索都没有啊。其实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飞扬涉案，为什么要跟踪他？你们是调查我妈咪案子的警察对吗？对。他有没有说为什么杀了 Daddy？ 为什么？小弟弟啊，我们还在调查，所以不能跟你说太多。那我可以去见他吗？赵敏仪现阶段不能见家属。我求求你，你可以让我去见妈咪吗？我有事想跟她说，求求你，拜托你。哎，小弟弟，等我们调查完，你就可以见到妈咪了 ，OK？妈咪是不是会坐牢？会很久吗？谋杀罪名一旦成立，可能被判死刑。你干嘛跟小孩子说这些啊？我说的是实话。是。你妈妈的情况不乐观，马上回家。爸，一步一步走向会伪装的伤。倘若真相会说谎，那又何妨？不哭不笑的装，不偏不倚的装，像迷路的光，失去了方向。一页一页翻遍遗憾的过往。如果谎言被释放，埋葬真相，是真是假的他，至死不渝的谎，我
却在你身上看见了黑暗中的光。